凌晨4點半，進京的高速依舊塞得動彈不得，車燈在夜色中連成一條哀傷的長龍。可燕郊車主們早就不聊油價，不聊堵車，他們聊的是那套從430萬跌到230萬的房子。10年前，他們滿懷憧憬地衝進這片北京後花園，如今他們在車裡罵着開發商，罵着命，罵那場讓他們傾家蕩產的夢。這是中國第一睡城的夢醒時刻。燕郊這個靠着離北京最近一躍成名的小鎮，曾經是無數北漂心中的第二個希望。房價從4000元飆到4萬元，僅用了不到10年。那時候，炒房客、投機客、北漂客像聞到血腥味的鯊魚，一窩蜂衝進來。售樓處連夜排隊，開發商深夜加價，購房資格比搖號還難搶。2016年，燕郊徹底瘋了。樓盤一開盤幾分鐘售罄，中介店一條接連軸轉，北京後花園地鐵要同環京新興這些口號像毒藥一樣催眠了一個時代。有人賣掉北京的老破小，來燕郊換3套大平層；有人借高利貸刷信用卡，只為搶下一套上車盤；還有人咬牙辭職，專門跑來炒房。他們堅信，只要房價再漲2年，命運就能逆轉。但泡沫總要破。2017年3月，限購令突然下達非本地戶籍要繳納3年社保才能買房。那一刀斬斷了北京外溢的剛需。幾個月後，房價暴跌，3年時間跌掉43%。到2025年，二手房均價只剩 1.3 萬元。原本430萬一套的房子，如今只能賣230萬。更殘酷的是，根本沒人買。福城上城這幾個字，如今成了房地產墳場的墓碑。曾經4萬元一平的深盤，現在跌到不足1萬，跌幅超過 75%。有人把老家的房賣了湊首付，又被銀行逼得斷供。房子被法拍，6年房貸打了水漂，還倒欠20萬。那種從中產到負債的墜落感，比任何經濟危機都更刺骨。2025年的燕郊，滿街都是降價急售業主血虧的紅字。二手房掛牌量同比上漲 35%， 成交量卻跌了 42%。中介門店倒閉大半，售樓處的燈滅了，甚至有開發商把展廳改成生鮮超市。那些曾穿着職業裝講資產增值的置業顧問，如今都去開網約車了。有人調侃，燕郊的房價跌得比股票還快，唯一沒跌的是通勤時間。睡城的命從一開始就寫好了結局。90%的居民跨城上班，每天凌晨5點出門，晚上10點回家。生命在路上耗盡，家庭關係在加班和堵車中破碎。地鐵一拖再拖，學區成了空頭支票，一個班80個學生，老師連名字都記不住。醫院更慘，排號要2天，輸液要3夜。這座城市的房價是用時間和疲憊堆出來的幻覺。燕郊沒有產業，沒有就業，除了靠北京近，再無立足理由。它是一個被過度營銷的概念城市，是中國房地產泡沫的縮影。可悲的是，即便房價腰斬，依然有人喊抄底。他們說，地鐵22號線、平谷線要通了，燕郊會重回巔峰。可現實是，110萬人口裡，真正想買房定居的不到20%，大部分是來蹭低價房租的北漂、老人、小商販。每個小區都有包租婆在苦撐，但租金連月供都不夠。一些開發商急了，打出首付5萬，免費送車位，只還貸款送新房的廣告。可廣告掛了半年，樣板間的灰都積厚了2層。沒人信，沒人接盤。沒有產業托底的城市，就像沒骨頭的身體。哪怕地鐵真的通了，也就不回這個塌陷的市場。現在的燕郊，夜幕降臨時亮燈率不足 30%。
整片樓群一片漆黑，偶爾幾戶燈光閃爍，像是絕望的信號。走在街上，風吹過空蕩的售樓處招牌，玻璃上貼着生意轉讓。10年前，這裡的人賭房價能改命；10年後，他們成了被房價反噬的教材。一位業主在社交平台上寫道：“這輩子最錯的決定就是買了燕郊。”底下有3萬條點讚，一句評論最扎心：“你以為買的是房，其實是枷鎖。”燕郊的故事不只是一個鎮的悲劇，它是一面鏡子，照出了整個中國樓市的幻滅。當土地財政與信貸泡沫成了地方政府的生命線，當每一寸土地都要被榨乾成 GDP 的數據泡沫，房子就再也不是家的象徵，而成了債務的牢籠。地方靠賣地，銀行靠放貸，開發商靠講故事，投機客靠吹泡沫。所有人都以為自己能逃在崩盤前，可當泡沫破裂的那一刻，沒有贏家。燕郊只是最先墜落的那一刻，接下來還會有更多的睡城走向沉寂。惠州的大亞灣、鄂州的葛店、重慶的蔡家、成都的新津，這些地方同樣承載着相同的劇本：外溢需求拉動，概念炒作支撐，產業空心化加速，房價高位崩塌。泡沫越吹越大，夢越做越甜。醒來時，天亮了，人沒了。燕郊的崩塌不只是地理意義上的塌陷，更是中國樓市模式的系統性坍塌。它揭開了一個早被掩蓋的真相：中國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房地產市場，只有一場由政府、銀行、開發商、投機客共同編織的龐氏騙局。曾經的口號是房住不炒，但現實是地方不賣地就死。中國的城市化本質上是土地財政化。據財政部2025年最新數據顯示，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 34%， 創下近10年最大跌幅。河北、河南、遼寧等地財政赤字佔地方預算的比例超過 60%。燕郊所在的三河市更是典型代表，2024年賣地收入同比暴跌 56%， 公共項目停擺，教師工資延遲發放。地方政府為什麼要拼命賣地？因為土地出讓金不僅是財政收入的支柱，更是地方融資平台城投債的抵押物。只要地價再漲，債就能滾下去；地價一跌，債鏈條就斷。於是，從燕郊到大亞灣，從葛店到昆山，地方官員用新區、地鐵、科技園、大學城的幻想，把一塊塊的賣出天價。開發商用高槓桿搶地，銀行放貸給購房者，民眾再把命壓在房貸上。所有人都在透支未來，直到泡沫破裂。2025年的中國，泡沫碎裂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都快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全國新房成交量同比下滑 48%， 創下近20年來新低。70個大中城市中，有68個城市房價環比下跌。3、4線城市尤為慘烈，鶴崗跌了 60%， 丹東跌了 53%， 惠州大亞灣跌了近 50%。睡城模式的崩塌正在全國蔓延。以惠州大亞灣為例，這個曾被稱為深圳後花園的區域，在2018年房價突破 2.5 萬一平，2025年均價只剩 1.2 萬，10萬人離場，10萬套房空置。當地政府試圖靠深惠地鐵續命，可地鐵通了，產業沒來，房價依舊跌。再看湖北鄂州的葛店，被吹成武漢東門戶規劃的生物醫藥城，如今只剩半拉工地。2025年數據顯示，葛店新區二手房成交均價不足8000元，較2019年高點下跌超 55%。夜晚的街道冷清得像鬼城，連外賣騎手都說這裡接不到單。每一座睡城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，他們都以房地產替代產業，以土地替代就業。一旦資本退潮，房價崩塌，整個城市的經濟生態都會被掏空。餐飲、
教育、醫療、商業全跟着塌陷。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，2025年上半年，全國房地產相關行業就業人數同比減少近490萬人。中介、裝修、建材、家電全行業哀嚎，連鏈家這樣的巨頭，在今年都關閉了超過40%的門店。泡沫破裂後的慘狀，遠比官方報道中市場回調要可怕得多。房主斷供潮在擴大。據中國房地產金融報告顯示，全國斷供房貸比數較2022年增加2.6倍，銀行不良率逼近5%的警戒線。燕郊的建設銀行支行負責人透露，僅一個社區就有超過300戶業主進入法拍流程，法拍房市場爆棚。據阿里法拍數據，2025年全國法拍房數量突破270萬套，同比增長46%，其中超過60%來自3、4線城市。銀行開始自救式賣房，多地出現銀行賣房專區，標價比市價低20%，仍無人問津。金融系統的房地產依賴症正變成慢性中毒。一位業內人士坦言，房地產不只是經濟支柱，更是債務支柱。一旦崩了，銀行和地方財政都會抽搐。而在社會層面，這場樓市崩塌帶來的是信任的徹底崩壞。而這場悲劇的根源，從來不是燕郊，不是惠州，不是哪一個開發商，而是一個被無限透支的體制，一個靠賣地續命、靠信貸催肥、靠居民透支支撐 GDP 的循環機器。